年前有人说他是代言平民，4年后他成了成亿，成亿这条曲线藏着什么？等我有代言了，一定告诉你。就这一句话，据说是当年青云志播完之后，他在一次采访里说的。当时坐在他对面的那位记者，我猜大概率没把这句话太当回事。那个年代采访稿一天写8篇，类似的客气话听得太多了。年轻演员吗？没代言，被问到这种问题，能怎么回答？要么躲，要么打哈哈。他没躲也没打哈哈，他说等我有了，一定告诉你。说实话，读到这条素材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。因为如果你把这句话单独拎出来看，它其实是个承诺，一个特别轻的承诺，轻到当事人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许了一个诺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？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们再回看这句话，分量完全不一样了。各位，今天这期我们不按时间顺序讲，咱们倒着讲，从现在讲回当年，看看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先说现在。这1-2年，粉丝圈和一些业内的人开始这么叫他成亿。这个称呼怎么来的，我估计老粉应该比我清楚。具体数字我就不报了，一个是数字大家自己能查，再一个我手上的信源也不是100%硬，凭印象说怕翻车，所以这部分我保留意见，咱们说定性不说定量。我想聊的是这个称呼背后的判断。开始用亿这个量级去形容一个演员的商业价值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市场已经不再把它放在新人那一栏了，也不在流量明星那一栏，更不在演技派但不接商务那一栏，他是被单独拎出来评估的那种人。这在 Space 是个挺微妙的位置，而且这里有个细节容易被忽略，他这个 level 的代言给人的感觉更多是那种稳定合作型的，不是快闪，不是单次活动那种，是品牌愿意把长期门面这4个字交给他。这是2种不同的信任。这块我没拿到第一手资料，是凭整体观感说的，不一定准。行了，现在的状况先说到这。我知道粉丝看到这儿可能会有点骄傲，应该骄傲。但今天我想做的事情是把这个骄傲的来路捋一捋。所以咱们拉回来，往前倒一点。倒回大概2022年前后，那个时候有篇余评，具体哪个号我就不点名了，反正当时挺多人转的。文章里有这么一句话，原话大概是这样的：比起别人铺天盖地的代言，成毅目前的几个代言确实有点小巫见大巫。听到这句话先别急，我先说清楚啊，我不是要去骂那位作者。那位作者那么写，在那个时间点，从他或他当时能看到的信息来判断，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逻辑。当时整个 Space 的代言市场是什么状态？流量明星霸榜，一个顶流可以1年签一大堆品牌，全屏铺开。在那个评估惯性里，代言数量几乎等同于市场价值。你拿这把尺子去量当时的成绩，它确实数量上不占优，但是这把尺子本身是有问题的。咱们想想看，琉璃是哪年的？2020年。爆的有多厉害我不用多说，老粉应该都还记得那个夏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2020年就已经走进主流视野的演员，为什么到差不多2年之后才陆陆续续有像样的代言官宣？中间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？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 gap 是2019年到2021年之间，等等，不对，我重新算一下，琉璃是2020年播的，到下一个比较正式的代言节点中间，差不多隔了2年左右。2年？这2年不是空白，这2年是整个代言体系在反应。我跟你讲，代言这个行业有个特点，是大众不太了解的，品牌方挑代言人，看的从来不只是现在多火，他们看的是风险曲线。一个突然爆红的演员，品牌方第一反应不是马上签，而是观察粉丝结构稳不稳，观察后续作品接不接得住，观察口碑会不会反转。这个观察期一般都不会短，行业里这是个常识。所以那2年的 gap 不是他的问题，也不是他团队的问题，是体系本身就这么慢。
在那个剧本框架下，任何爆红的非流量型演员都得经历这么一段时间。而那篇余评恰好是写在这个反应期的尾巴上。作者看到的是小屋，没看到的是大屋正在路上，而且已经在路口了。这事儿你品，你细品。同样一个人，同样的作品基础，仅仅过了几年，市场对他的估值翻了一个量级。变的不是他，变的是市场终于跟上了他。好，继续倒带。我们再往前走一段，停在青云志之后，流离之前那段时间。这段时期是他最沉默的一段时期。青云志之后，他演了一些戏，有的反响不错，有的没溅起什么水花，整个人就，怎么说呢，没怎么出现在热搜上。那个年代是流量明星速生速死最疯狂的几年。你今天看到一个新人爆了，没多久他就成顶流，再过没多久可能就掉队了。所有人都在跑，跑得越快越好。但他在干什么呢？他在横店河边钓鱼。这事儿不是我编的，有那么一两篇早年的资料里提到过，没戏拍的时候，或者戏拍完空档期，他会一个人去横店附近的河边坐着钓鱼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前阵子跟一个朋友聊起这个细节，他第一反应是不是没戏拍才去钓鱼的？我说你这个理解方向是对的，但味儿不对。钓鱼这个事儿，往诗意里讲，它是个隐喻。你想啊，钓鱼是什么？是一个人坐在水边，不知道下一条鱼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道来的是大鱼还是小鱼，甚至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鱼。但你得坐着，你得安静，你得相信谁里有，你得有那个耐心。这个状态和一个还没红的演员等机会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更关键的是，钓鱼这个动作里藏着一种特别难得的东西，不焦虑。哦，对了，我得插一句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种不焦虑有多稀缺。那几年整个 Space 的内卷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？新人演员进组的节奏被压得很紧，公司给的任务排得满满当当，剧、综艺、杂志一年到头不停。在这种节奏里，沉得住气是个奢侈品。行，拉回来，他那段时间从外部看是没什么资源的年轻演员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一个能在那种内卷环境里安静地坐在河边钓鱼的人，他的心态是不是和大多数同期演员都不一样？我倾向于这么判断，但不绝对。那种沉稳本身就是后来爆发的伏笔。慢工出细活这话有点老套，但放在他身上真的成立。他不是没机会快，他是没选快。好，继续往回倒到最后一站。场景大概是这样的，青云志刚播完，他演的那个角色刚被一部分观众认识。一位记者坐在他对面，问到了品牌合作的话题。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刚演完一部戏，还没有任何官方代言，刚刚开始被一小部分人注意到的年轻演员，被当面问有没有偶像合作的品牌。这种问题尴尬吗？说实话挺尴尬的。正常人怎么回答？要么客套两句糊弄过去，要么转移话题，要么干脆说看缘分。他怎么回答的？他笑了笑，说等我有代言了一定告诉你。这句话好就好在它不是话术，话术是设计过的，话术听得出来。这句话不是，这句话是一种本能反应，一种把承诺轻轻许出去的本能。他自己当时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许了一个诺，但他记住了。我说的有点重了哈，咱们说轻松点，但凡这种话是包装团队教的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绝对不会再听到任何人提起。话术是会过期的，但这句话没过期，反而越放越有味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兑现了，而且它兑现的方式是最不张扬的那种。没有还有人记得我说过那句话吗的小作文，没有纪念直播，没有曾经的我没想到的卖情怀。代言一个个签下来，事情就这么办了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安静的兑现比任何高调的官宣都重。行，咱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。那句话，等我有代言了，一定告诉你，它兑现了吗？我现在的答案是兑现了。
而且兑现的方式比任何人在当年能想象的都要安静，都要彻底。那位当年问他这个问题的记者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这个行业，但我猜，如果他现在再翻到当年那段采访，估计也会愣一下，因为他当年记下的那句客气话，原来是一张写了很多年的支票，而那张支票今天已经对了。各位，这期视频做完，我自己有一个很安静的感受，那种你做完之后不想立刻发出去的感受。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追求快的时代，还有人愿意慢慢来；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喊话术的时代，还有人轻轻一句话就够了；在这个所有承诺都看起来很便宜的时代，还有人把多年前一句采访里的话认认真真办成了。懂他的人会懂这意味着什么。那位当年的年轻人，那个横店河边钓鱼的身影，那篇说他小巫见大巫的文章，今天我们再回看，全部都成了同一个故事的一部分。这个故事的标题就是开头那句话，等我有代言了，一定告诉你。